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卢信福。那我今天要介绍的题目是应用于列能系统中的无线传输技术。那接下来是我的 outline。一开始先介绍这个无线充电系统的基本架构，再来我会谈到这个系统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功率放大器，以及一些功率放大器常见的架构。之后会谈到在无线充电系统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而最后会提到针对这个问题常见的解决方法。在这个无线充电系统中，输入的能量是由列能系统所采集的外界能量，像是太阳能、振动或是温差能，而这些能量都属于交流能量，所以需要经过一个 adapter 将交流能量转为直流能量，才能给后面的功率放大器使用。而功率放大器会将收到的直流能量再次转为交流能量，并经由发射端的天线将这个能量借由无线的方式传输到接收端，而接收端的天线会接收到这个交流能量，并经过整流器将交流能量转换成直流能量，而后级的稳压器会根据负载的需求去有效地分配经由整流器转换出来的直流能量。接下来谈到的是无线充电系统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功率放大器。功率放大器的功能为将输入的直流能量转换成交流能量。由图中可以看到，输入的直流电压经过功率放大器后，转换成弦波的电压，才能借由天线来达成无线的电力传输。那接下来是无线充电系统中常见的功率放大器架构。一般常见的架构有D类和E类功率放大器。由图中的D类功率放大器的架构可以看到，它有上下两颗开关，而这两颗开关会周期性的做开启以及关闭的动作，而一个时间只会有一颗开关开启，另一颗则是关闭的。而开关的频率会由输入时脉的频率来决定。中间的死区控制电路的功能为确保一次只有一颗开关会开启。因为若两颗开关若是同时开启，则功率放大器的转换效率会大幅的下降。而在切换点的波形呈现的是一个脉波的波形。最低电压是零电压，而最高电压是输入电压，而后面的电容 CC 以及发射端的天线可以看作是一组带通滤波器，可以将前面切换点的脉波转换成弦波，而这个弦波的频率会由电容 CC 的电容值以及天线的电感值去决定，也就是带通滤波器的中心频率。而这个弦波经由天线，就能将能量以无线的方式传输给接收端。接下来是E类功率放大器。E类功率放大器跟 D 类功率放大器的差异在于，将上面的开关换成电感，而此差异使得E类功率放大器能操作在更高的频率。而之所以低类功率放大器的操作频率会受到限制，原因主要为上面那颗开关的驱动电路难以进行高频操作，间接限制了低类功率放大器的操作频率。但一类功率放大器只有一颗开关，因此就没有前述的问题，进而有机会操作在更高的频率。而一类功率放大器的操作类似于低类功率放大器，但切换点的波形并非脉波，而是像只有正半周的弦波。最低电压同样也是零电压，但最高电压有可能会超过3倍的输入电压，而这也是一类放大器的一个缺点，使得开关在耐压的部分要有更高的规格。而切换点的波形
经过后方的带通滤波器后，滤出设定频率的弦波，进而借由天线进行无线的能量传输。那接下来是谈到在无线电力传输系统中常关注到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维持系统的效率。而在图中的发射器的等效模型中可以看到，由接收器所造成的发射器负载端的等效阻抗是带有虚部相的，等同是在负载端多串联电容或是电感，而这会使得发射端的带通滤波器的中心频率偏移。当中心频率偏移，系统输入时脉的频率越多的话，系统的效率就会大幅的下降。接下来要探讨的是针对前面所提到的问题的一些常见的解决方案。第一种是时脉频率调变法，这个方法是根据系统的效能来动态的调整系统输入时脉的频率，意思是指当发射器负载的阻抗值有变化时，意味着发射器的输出频率已经偏离系统所需频率，而此时闭回路的控制会变动输入时脉的频率来符合发射器的输出频率，借此维持系统的效率。图中的功率侦测电路能够侦测输入以及输出的功率大小，并以无线通讯的方式互相交换资讯，并将输入时脉的频率调整到能使系统效率最佳化的频率，借此完成闭回路的控制，以解决前面提到的问题。接下来谈到的是另一种解决方案，也就是固定电容调变法。这种方法也是根据系统效能去决定需要使用的补偿电容的数量。图中的功率侦测电路也是去侦测输入以及输出功率的大小，来调整补偿电容开启的个数，借此消除负载阻抗值的变化，进而维持系统的效率。接下来要谈到的是另一种解决方案，也就是比例电容值调变法。由图中电容 CT1 以及开关 ST 可以等效成是一个可变电容，借由控制开关 ST 的开启时间，就能够改变这一路径所看到的等效电容值。而这种方法就是侦测开关 ST 的跨压，来改变开关 ST 的开启时间，进而改变补偿电容的电容值，借此消除负载阻抗的变化，进而维持系统的效率。最后一种方法是后级稳压器之责任周期调变法。此种方法与前面的第一、二种方法类似，由功率侦测电路追踪系统之效能最佳点，而借由改变后级稳压器之责任周期 D1 以及 D2， 来间接的改变接收器所反射在发射器负载端的阻抗，进而消除负载阻抗值的变化，进而维持系统的效率。那我的报告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